哈尼亚在德黑兰遇袭，为本就紧张的中东局势添了一把火。根据以色列 i24 News 网站的报道，这次事件可能是以色列所为，不过在袭击方式上依旧谜点重重。按照 i24 News 网站给出的消息，一枚长钉的导弹从哈尼亚居住的建筑物附近发射，并击中了哈尼亚的卧室。但也有消息称，导弹的发射地点来自国外，甚至美媒认为哈尼亚的卧室早已在2个月之前就被放置了炸弹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以色列的远程打击手段，以及如果以色列对德黑兰发起打击，会采用哪种手段。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并不接壤，中间还隔着叙利亚和伊拉克，两国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，只有使用无人机、导弹和战机进行远程精确打击。在攻击能力方面，双方各有所长。以色列的主要攻击手段是战机挂载精确制导弹药进行轰炸，而伊朗则是以陆基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为主。以色列空军战机加常规制导武器的组合，就是以色列最有效的远程打击手段。炸毁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巴比伦行动就出自以色列空军之手。1981年6月，以色列出动 F-15 和 F-16，取道靠近约旦的沙特北部边境地区，低空突防进入伊拉克西部领空，成功摧毁伊拉克的奥斯拉克核反应堆，而且全身而退，无一损失。之后，以色列空军还进行了多次远程奔袭行动，比如1985年的木腿行动，2007年的果园行动。与20世纪80年代的以色列空军相比，现在的实力可以说今非昔比。主力机型包括 F-35I、F-15 系列和 F-16 系列，并拥有预警机、电子侦察机与加油机等特种飞机。其中战斗机数量接近280架，包括66余架 F-15 系列、175架 F-16 系列以及39架 F-35I 隐身战机等，可深入敌后打击敌方纵深目标。以色列多次在空袭叙利亚中使用，也有实战经验。如果要动用空军对伊朗本土进行打击，具备隐身能力的 F-35I 是首选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作战半径。F-35I 战机在载弹情况下，作战半径大约为1000公里，而以色列距离伊朗德黑兰1500公里， F-35I 作战半径不够远。当然，有加油机的存在，作战距离不是问题。7月20日的时候，以色列国防军就也门和泰达的几个胡塞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空袭，以军出动了12架战机参与了这次袭击，包括 F-35I、F-16I 在内。从以色列到也门距离2000公里以上，而以军 F-35I 战机在载弹情况下，作战半径大约为1000公里， F-16I 的作战半径为1400公里， F-15I 的作战半径为1900公里。同理， F-35I 配合加油机以及戴利拉巡航导弹、岩石巡航导弹，打击伊朗那就是小菜一碟。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 F-35I 这种隐身战机搭配加油机是否可行？从设计理论上来讲，在进入作战区域后， F-35I 不能搭配加油机的，加油机不能隐身，这也就意味着 F-35I 与加油机组团行动就会破坏隐身能力，从而被敌方防空系统发现。之前俄罗斯在乌俄战场上使用苏57时，派遣了2架苏35护航，被喷了好一阵。F-35I 与加油机的搭配也是如此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，只要不被伊朗发现就行了。F-35I 可以选择在中途进行空中加油，并在伊朗边境附近对其发动打击。当然，对伊朗实施远程打击，以色列并非只有战机可以，导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以色列经常受弹道导弹、火箭弹袭击，所以催生出箭式、铁穹等反导防御系统。不过鲜为人知的是，以色列的弹道导弹研制技术也很先进，反击能力很强。比如神秘的杰里科系列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，以色列决定在火箭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弹道导弹。1963年，以色列与法国达索公司达成协议，开始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，成果就是杰里科系列。1971年，杰里科1型弹道导弹首次被外界确认，射程500公里，原概率偏差为1000米。根据国际裁军组织估计，这是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。不过这款导弹的射程较短，在1990年就已经全部退役，而取而代之的是杰里科2型，采用2级固体火箭发动机，最大射程1500公里，可以携带高爆弹头和核弹头，使用末端制导，打击精度大幅提升。1993年之后，大约90枚杰里科2型导弹就被部署在特拉维夫郊区的空军基地。杰里科系列的最新型号则是杰里科3型，射程可以达到6000公里。欧洲部分地区、中东全域都在以色列导弹的射程内。
有分析称，为了提升以色列的远程打击能力，以色列可能为杰里科导弹装备了常规弹头。此外，以色列还有高精度的劳拉弹道导弹。杰里科1型退役之后，以色列先后推出了杰里科2型、3型，但由于射程突破军控协议规定，很难进入国际军贸市场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军方也需要一种射程适中、命中精度较高的战术弹道导弹。劳拉导弹就此诞生，最大射程为400公里，原概率误差在10米以内。不过，其无法对伊朗实施精准打击，火力军就不再细说了。就以军弹道导弹的性能而言，伊朗的防空系统很难拦截。伊朗防空系统的发展与导弹战机没什么不同，核心思想就2个字：山寨。从山寨获客、标准、山毛隼到自主研发的防空导弹，目前伊朗防空的部署也相对完善，但想要击落弹道导弹，这稍微有点难度。伊朗的远程防空系统主要是俄制防空系统的血脉，就比如2019年亮相的巴瓦尔373，使用猎人4防空导弹。该导弹本质上来说就是 S300 PMU2 防空系统的导弹与标准1导弹的结合。拦截普通的巡航导弹或许还有可能，弹道导弹就别想了。除了战机与弹道导弹，以色列也可以使用潜艇远程打击伊朗。相对于以色列空军、特种部队、摩萨德这些表现抢眼的力量，以色列海军的海豚级则低调得多。不过低调并不代表不强。海豚级和海豚 AIP 级潜艇上最神秘、最具威胁力的武器，就是类似战斧巡航导弹的伯利恒2远程巡航导弹。按照以色列防卫官员的说法，伯利恒2导弹研制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由拉斐尔公司负责，最大射程1580公里。该导弹已经装备以色列海军的潜艇，海豚级可以进入波斯湾，从伊朗海岸附近的水下发射伯利恒2，可以充分发挥潜艇的隐形特点。巡航导弹采用贴地飞行模式，命中精度也高。伊朗即便挨炸，也很难找到证据。介绍完以色列的远程打击手段，接下来我们从技术方面分析，如果打击德黑兰，以色列可能动用哪种武器？以色列打击德黑兰的武器，我们可以结合汉尼亚遇袭这件事来分析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以色列袭击德黑兰的方式有3种：空袭、特工潜入以及埋伏。首先是空袭德黑兰，对于以色列空军而言，执行这样的远程空袭任务并不难。7月20日才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进行空袭，打击距离1500公里的德黑兰不在话下。理论上来说，如果以军 F-35I 可以直扑德黑兰上空，投掷精准制导炸弹进行打击，这是最有效也是最可行的办法。伊朗的空中力量与防空力量都相对薄弱，由于遭到长期制裁，伊朗的空中力量一直没能更新，最先进的战机仍是美制 F-14熊猫，从俄罗斯订购的苏35还没交付。伊朗最好的防空导弹就是国产的萨亚德3以及俄制的 S300。 F-35I 对付这些防空导弹，那就是降维打击。不过有优势不代表以色列使用的就是 F-35I。 F-35I 在打击德黑兰时需要解决2个问题。第一点，加油机无法隐身；第二点，情报。由于距离超过 F-35I 的作战半径，以色列空军长途奔袭需要加油机和侦察机协同配合，并需要穿过多个国家才能抵达伊朗。F-35I 可以隐身，但是加油机、侦察机不行。而叙利亚境内驻扎有俄罗斯空天军，还部署了大量俄制先进的防空导弹。俄空天军几乎每天在叙利亚空域巡逻 ，S300、S400 防空导弹也监视着地中海和以色列方向。对于 F-35I 而言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绕道，并在伊朗境外发射远程空对地导弹。考虑到德黑兰与伊朗边境的距离， F-35I 可以挂载奥黛丽巡航导弹空袭德黑兰。之后，奥黛丽导弹利用 GPS 全球定位系统，最终锁定目标。不过，在汉尼亚遇袭事件中，导弹是定点袭击，直接锁定了汉尼亚的房间，这说明了汉尼亚的行程、路线以及住址房间都已经暴露。这就要考虑一个问题：情报哪儿来的？有消息称，汉尼亚之所以遇袭，主要是保镖泄露了关键信息。不过，按照美国动力网站的说法，这也与汉尼亚的公开行程有关。潜伏在伊朗的特工很容易从伊朗媒体上获得汉尼亚的行程时间，并确定最终位置。如果是以色列袭击伊朗，特工获取情报的可能性最大。至于杰里科系列与伯利恒2导弹，理论上都可以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。杰里科系列的射程足够远，海豚级潜艇可以进入波斯湾，从伊朗海岸附近的水下发射远程巡航导弹，射程也足够。但是它们本身是为核弹头研制的载具，装备数量不多，用来执行常规打击任务并不划算。而且与巡航导弹、制导炸弹相比，二者的命中精度并不是那么高，做不到穿透玻璃袭击卧室的情况。并且杰里科系列与伯利恒2导弹的威力大，一栋楼都能干倒，所以这点可以忽略。如果以色列从本土发射导弹袭击德黑兰，那问题就大条了。汉尼亚遇袭的第二种说法，则是长钉导弹击中汉尼亚的房间。
根据以色列媒体 i24 News 网站的报道，由于保镖泄露了关键信息，导致袭击哈尼亚的房间被一枚长钉导弹击中，只是发射方式存疑。以色列媒体认为长钉导弹从哈尼亚住所附近发射，而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，导弹的发射地点来自外国。长钉导弹由以色列于20世纪80年代研发。从公开资料来看，长钉导弹的确存在空射型和游荡弹药型，但这两个型号的长钉导弹只能由直升机、大型无人机携带发射，并不能使用固定翼飞机发射，而且射程不超过50公里。想要使用长钉导弹袭击哈尼亚的房间，只能派遣无人机或人员携带导弹近距离发射。就事件的具体情况来看，很可能是潜入伊朗的特工近距离发射了某种特制的长钉导弹，攻击哈尼亚所在的房间。当然，这只是可能。按照美国动力网站的说法，如果想要打击德黑兰，以色列特工甚至不需要直接渗透伊朗本土。德黑兰的北部就是黑海。鉴于以色列与阿塞拜疆的关系，一支配备导弹的以军特种部队可以在里海向德黑兰实施袭击。第三种说法则是埋伏。美媒认为，在哈尼亚房间有提前2个月安置的遥控炸弹。8月1日，《纽约时报》称，根据一名美国官员与7名中东官员的描述，遥控炸弹提前2个月就被藏在住所里了。一旦确定哈尼亚在房间里面，炸弹就会被远程引爆。按照伊朗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说法，事情发生时有一个类似导弹的物体击中了哈尼亚的房间，随后发生爆炸。但按照伊朗警卫队的说法，爆炸发生在哈尼亚的房间内。初步调查结果显示，炸弹是被提前放置在那里的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给出了相同的说法。如果这个说法为真，就要好好查一下伊朗内部以及哈尼亚周边的官员。炸弹提前布置，也就意味着哈尼亚要来伊朗的消息早就暴露了。之后特工在房间里部署炸弹，再由伊朗官员将哈尼亚安排在这间布置炸弹的房间。当然，也不排除网络泄密的可能。之前就有分析表示，哈尼亚的手机里存在病毒，可以窃取个人信息。如果以色列选择这种方式袭击德黑兰，只能说事倍功半。以上这些只是分析，具体谁也说不准。火力军就只能从技术上略作分析。但是就结果而言，遇袭这件事本就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添了一把火。伊朗认为这是以色列做的。《纽约时报》在7月31日就报道，哈梅内伊已经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实施报复，但目前还不清楚伊朗会做出多大力度的回应，也不清楚伊朗是否会再次调整，以避免事态升级。后续会如何发展，火力军将持续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各位觉得，如果以色列选择打击德黑兰，哪个可能性最高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